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人不在江湖，但处处有传说。队友给奶牛起名，车队卖冰淇淋，只要是带 Uno 的他就点赞，这也太宠了吧！搞得粉丝都想冲去赛道边喝咖。Uno 车队前2天发了条动态，给车队新来的2位成员2头奶牛起了名字，叫 Momo 和 Mumu。你猜怎么着？王一博这人压根没露面，但点赞已经安排上了。就问问在座的各位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，群里不管谁发什么，哪怕发的是今天马桶堵了，他都能秒点赞。一博就是 UNO 车队的那个点赞狂魔。队友给奶牛起个名字，他点；车队说要卖冰淇淋了，他点。这哪是赛车手啊，这简直是车队的首席气氛组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车队连给奶牛起名这种事儿都值得单发一条动态？甚至车队官宣要做冰淇淋了，粉丝比看到赛车还激动。说白了，大家心里门清，这哪是在说奶牛啊，这分明是在说我们有你喜欢的咖啡和冰淇淋。快来 Uno 车队这波操作精准的就像你妈知道你爱吃啥，饭桌上永远摆着你最爱的那道菜。这已经不是车队了，这是王一博兴趣研究所。大家可能不知道 Uno 车队不光是跑赛车的，现场还有 UNO 咖啡。现在好了，冰淇淋也要安排上了。咖啡加冰淇淋，这组合听着就眼熟吧？但凡关注王一博超过1天的人都知道，这2样东西简直就是他的本体。先说咖啡这事儿，2024年1月，库迪咖啡官宣王一博代言，签约后发生了什么？门店销量直接起飞，有多夸张？山东临沂一个加盟商亲口说，他在不同商圈的门店销量环比提升了80%到350%，不是20%，是350%，翻了快4倍。粉丝们为了拿到王一博主题的杯套和贴纸，有人跨城自驾去有库存的门店买。2025年续约的时候，官宣微博的点赞数直接冲破了500万。500万是什么概念？很多明星1年的微博总点赞都到不了这个数。当时就有粉丝开玩笑说，9块9的库迪硬是喝出了奢侈品的感觉。这不是咖啡好不好喝的问题，这是我偶像喝的咖啡，我也要喝的仪式感。再看冰淇淋，这个故事就更离谱了，离谱到让人想笑又想哭。时间拉回2018年3月11日，那天王一博在首都机场，手里举着一只抹茶甜筒，结果不知道是手滑还是被挤到了，冰淇淋啪叽一声，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一个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偶像，站在人来人往的候机厅，低头看着地上融化的一滩绿色奶油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眉头都快皱成包子了。这段视频当时在网上传开了，大家当个笑料看看就过去了。但谁能想到，第2年，也就是2019年3月11日，有粉丝在超话里发起了一个叫冰淇淋纪念日的打卡活动。一开始可能只是几个人在玩梗，但慢慢的，这件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有人把冰淇淋 P 成奖杯，有人把摔冰淇淋的镜头和他后来领奖的画面剪在一起，配上煽情的音乐。到2023年左右，这个冰淇淋纪念日已经成了王一博粉丝圈里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。你说这事儿神不神奇？一个明星最出圈的名场面不是拿了什么大奖，不是演了什么爆剧，而是摔了一只冰淇淋。而且这事儿被记住了8年。2026年3月，也就是今年，王一博冰淇淋8周年的话题阅读量冲破了20亿。8年，很多人谈恋爱都谈不了这么久，
粉丝们愣是把一个尴尬瞬间记了8年。更戏剧性的是，今年巴黎时装周，外媒拍到王一博在秀场外面啃饼干，他裹着黑色大衣，缩着脖子，嘴角还沾着饼干渣。照片传回国内，评论区瞬间炸了。哥这次终于没掉了，8年了，手稳了，事业也稳了，而且就在同一天，他连续亮相 Chanel、Loewe、Lacoste 3大品牌秀场的头牌。什么概念？这3个牌子在时尚圈是竞争对手，100年以来几乎没有同一个人能同时坐稳这3家的头牌。王一博做到了，于是粉丝们又补了一刀，当年掉的是冰淇淋，现在掉的是时尚圈的竞争格局。所以你现在在看 UNL 车队说要卖冰淇淋，你懂了吗？这哪是在卖甜品啊，这简直是在给粉丝发暗号。冰淇淋对王一博的粉丝来说，早就不只是吃的了，它是一个横跨8年的约定，是虽然偶像摔了冰淇淋，但我们依然爱他的忠诚勋章，是每年3月11日大家集体破防的情感开关。车队拿这个做文章，等于直接对着所有一博粉丝喊了一嗓子，看，我们知道你们喜欢什么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 UNL 车队这波操作特别懂行，他们不是硬蹭，而是用了一种特别自然的方式给自己的奶牛起名叫 Momel 和 Mumu， 听起来像随口一叫，但配上冰淇淋和咖啡，整个氛围感就拉满了。车队不再只是一个修车、飙车、加油的冰冷机器，它有温度了，有梗了，有人情味儿了。这种运营思路比那种硬邦邦的官方宣传高明不知道多少倍。再说回王一博本人，他现在是什么状态？2026年4月18日到19日 China GT 上海站，他驾驶85号赛车代表 UNL Racing Team 出战 GT3 组别。这场赛事有多火？ 4.5 万张门票提前45天就卖光了，2天正赛累计超过5万人到场。而且这是 China GT 创办10年来的第一次分站赛100%售罄，参赛车辆从往年的12辆暴涨到57辆，108位车手同场竞技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一个娱乐圈的顶流跑去开赛车，不仅没被人当玩票，反而把整个赛事的票都带飞了。而且他不是去摆拍的，王一博是内地娱乐圈首位持有国际汽联 FIA 级执照的职业赛车手，这意味着他经过了正规的训练和考核，能在真实赛道上跟职业车手一起拼圈速。2026年央视春晚，他跟郭富城合作表演《闪耀动起来》，节目 5.5 小时播放量破亿。同一年，他连续第2年登上央视5·4晚会，演唱主题曲《未来我来》，话题阅读量破10亿。你说他忙不忙？春晚、5·4晚会、时装周、赛车比赛、品牌代言，行程表排得密密麻麻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还惦记着去 UNL 车队的动态下面点个赞。队友给奶牛起名字，他要点赞；车队说要做冰淇淋，他要点赞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是真心喜欢这个车队，真心喜欢赛车这件事。他不是把 UNL 当工作，他是把 UNL 当家。人对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，才会愿意花这3秒钟。红牛品牌也看准了这一点。天丝集团旗下的红牛是2026 China GT 的深度合作方。王一博作为红牛的首席代言人，以85号车手的身份参赛。红牛在现场打造了红牛能量站，把观赛热度转化成消费活力。你看，一条完整的链条就出来了。王一博喜欢赛车，他去比赛，他带火赛事品牌方跟进赛事破圈，更多人关注赛车，这是一个正向循环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他这么干不怕耽误演艺事业吗？
你看数据就知道了。2026年4月的艺人热度榜上，虽然有新剧爆火的演员冲到了第一，但王一博和肖战依然稳居第2和第3。也就是说，哪怕他没有新剧在播，哪怕他大部分时间在练车、比赛、跑时装周，他的热度依然碾压绝大多数全职艺人。这种不务正业不但没让他糊，反而让他的人设更丰满了。他不是一个只有脸能看的偶像，他是一个真正活在自己热爱里的人。再回到 UNL 车队的奶牛，你说那2头叫 Momel 和 Mumu 的奶牛，他们知道自己被顶流的队友点了赞吗？大概率不知道。但王一博的粉丝知道，他们会觉得，看，一博连队友发的奶牛都点赞，说明他真的在乎这个车队。然后大家又联想到车队要卖冰淇淋了，一博喜欢冰淇淋，8年前还摔过一只。于是冰淇淋这个关键词又被翻出来讨论一轮，这一环扣一环的，简直比剧本写得还顺。而且你要知道，这种点赞不是团队安排的，明星的社交媒体账号很多时候是工作人员在打理，发什么赞什么都是提前规划好的。但王一博给 UNL 车队点赞这件事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工作安排。一来车队不是品牌方，不需要履行什么商业合约里的点赞义务；二来给2头奶牛的名字点赞，也不在任何一个代言合同的服务范围里，所以这只能是他自己想点，就这么简单。这种真实感恰恰是现在娱乐圈最稀缺的东西。太多明星活得太精致了，发的每一条动态都是精修的9宫格，每一个点赞都是商务合作的延伸。他们不敢随便说话，不敢随便互动，生怕被人解读出什么潜台词。但王一博不管这一套，他想点赞就点赞，想练车就去练车，想吃冰淇淋就吃冰淇淋，哪怕8年前摔过一回，也不耽误他继续爱这一口。2026年3月，他在巴黎时装周啃饼干的照片上热搜的时候，有粉丝翻出了2018年那张摔冰淇淋的图放在一起对比，2张图放在同一个屏幕上，左边是蹲在地上手足无措的少年，右边是坐在顶奢秀场头牌，眼神淡定从容的男人。8年时间，同一个人，变化大得让人恍惚。但仔细看你会发现，有些东西没变。他吃东西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，有点呆，有点认真，嘴角会沾上碎屑。粉丝们为什么对冰淇淋这个梗念念不忘？一个很扎心的答案是，大家在那个摔了冰淇淋、手足无措的少年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谁没有在生活里摔过冰淇淋呢？可能是面试搞砸了，可能是表白被拒了，可能是某件小事没做好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的想找条缝钻进去。但你看王一博，他当年摔了冰淇淋，全网都在笑他。8年过去了，他做到了 Chanel、LOEWE、Lacoste 的头牌，他开着85号赛车在赛道上飞驰，他站在央视春晚和5·4晚会的舞台上接受掌声。那只摔在地上的冰淇淋没有定义他的人生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一次 UNL 车队发跟冰淇淋相关的内容，粉丝们都会那么激动。不是因为大家真的馋那一口甜品，而是因为这个小小的 emoji 背后藏着一个从狼狈到风景的故事。粉丝们等的不是冰淇淋，是看一个人如何把尴尬走成勋章。有人可能要说了，你啰嗦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一个明星点赞的事儿吗？至于写这么长，我觉得挺至于的，因为这事儿看起来小，但它折射出的东西很大。它告诉你，一个人如果真心热爱一件事，哪怕他忙到飞起，他也会挤出3秒钟来点个赞。一群人如果真心认可一个人，哪怕过了8年，
他们也记得那年那天那只摔碎了的冰淇淋。一个品牌如果真心想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，它不需要喊口号，只需要在咖啡之外再端出一杯冰淇淋就够了。Uno 车队这波操作，说到底就是在做一件事，把王一博喜欢变成我们也喜欢。他喜欢咖啡，好，车队有咖啡。他喜欢冰淇淋，好，车队要出冰淇淋。他给队友点赞，好，我们把队友的动态发得更有趣一点，让他有的点。这就像是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会悄悄记住对方爱吃什么，爱看什么，爱听什么歌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把这些小细节变成惊喜。Uno 车队就是那个在谈恋爱的车队，而王一博的粉丝们就是那个被甜到的旁观者。最后再说回那个问题，普通人可以去赛道边买杯咖啡和冰淇淋，边看一博比赛吗？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？4.5万张门票45天就卖光了，已经有人这么干了，而且干得比你早，比你狠。下次 China GT 别说咖啡和冰淇淋了，估计连赛道边的草皮都会被踩秃。毕竟，谁能拒绝一边吃着偶像同款冰淇淋，一边听着赛车引擎轰鸣的周末呢？至于那两头叫 Momo 和 Mumu 的奶牛，祝你们在 UNO 车队吃好喝好。毕竟，你们可是被85号车手亲自点赞过的牛啊！